火烈鸟刺破另一半的头颅，真的是要用血来喂养幼崽吗？你敢相信吗？一只火烈鸟竟然亲手将配偶的头给刺破，哪怕血液疯狂流出也不收手，这是为何呢？原来在它们的下方，火烈鸟幼崽正在仰头吸食流下来的血液。难道火烈鸟都是这样孕育后代的吗？它们的颜色原来是这么来的。火烈鸟在刚出生的时候，并没有父母那样火红的羽毛，而是通身灰色。等到它们学会飞行的时候，羽毛也依旧是灰色，只有生活到第3年才会变成火红色。它们的食物来源跟大多动物一样是母乳，等到生存能力足够强以后，才会独自去捕食。火烈鸟喜欢生活在温热的海滩上，过着群居生活。不过捕食通常会选择独自，或者是夫妻相伴。它们喜欢吃海藻、小虾等食物，而这些食物会被它们分解成红色的营养液喂给幼崽。但是因为颜色与血很是相似，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，一直以来都觉得火烈鸟是用血液来喂养自己的幼崽。这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温热地带的鱼虾，因为温度变化导致体内的虾青素颜色发生变化，动物无法完全吸收虾青素，所以火烈鸟的颜色都不是小时候的灰色，而是长期进食鱼虾而变成亮眼的火红色。在所有的鸟类中，火烈鸟喂养幼崽的方式跟鸽子是最像的，都是雌性和雄性共同抚养。另外，它们的幼崽都是通过母乳来喂养的，只不过鸽子的是白色，火烈鸟是红色，所以看上去毫无关联。火烈鸟不论雌雄都能产出红色的乳汁，这是为何？事实上，成年的火烈鸟都能够产出红色的乳汁，这跟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但是很多人会比较好奇，雄性为什么也能产出乳汁呢？对于火烈鸟来说，它们的乳汁分泌比较简单，都可以从消化道产出来，里面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，能够保证自身的生长需要以及幼崽的需求。因此，不论雌雄都是这样来分泌乳汁的。它们有时候会通过自己的鸟喙流出来，喂给幼崽。像开头那样进行喂养的也不在少数，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，画面是比较诡异的。正常来讲，除了交配期间，平时都很难分辨出来火烈鸟是雌性还是雄性的，毕竟它们平常都是群体活动，喂养幼崽双方也都可以做到，所以不太有机会能够分辨。只有在它们交配时，才能看清雌雄双方。与所有鸟类一样，火烈鸟也是忠贞的代表，它们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，认定了伴侣后就会一直陪在身边，等到产下卵后，雌性会用1个月的时间去孵化幼崽，此时的雄性一般会出去寻找食物，这样幼崽需要营养的时候，火烈鸟就可以给其喂养乳汁。这时它们还没有直接进食，所以身上是灰色的羽毛，等到长大了进食海藻和小虾的时候，身体才会慢慢的呈火红色。不过刚出生的火烈鸟幼崽天赋异禀，年龄虽小，却能够在水里来去自如，比起鸟类更像海洋生物。火烈鸟的羽毛颜色跟它们的身体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？每当雄性想要求偶的时候，就会从尾部分泌出一种红色颜料的油脂，这样一来，羽毛会鲜亮不少。毕竟对于鸟类来说，雄性越美丽，越会被雌性接受，繁衍出来的后代也就越优秀。不过比较特殊的是火烈鸟的交配方式，它们会在选定另一半以后立马交配，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只进行亲密接触的火烈鸟，而它们互相都不排斥这种被窥视的交配。对于火烈鸟来说，颜色越鲜艳说明它们的能力越强，毕竟弱者是很难成功在这么多竞争的情况下吃到食物的。因此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火烈鸟会通过不断进食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好看。正常来讲，火烈鸟的寿命大多在30年以上，所以当它们的羽毛颜色逐渐变得灰白，就说明它们的年龄较大，丧失了捕食能力，身体里面没有摄入到虾青素。而颜色不同寻常的火烈鸟不仅会被群体排挤，还会被天敌盯上，所以在它们的世界里，羽毛颜色是区分强弱的标准。如果褪成灰白色，那它最后不是被杀死，就是被饿死。不过近些年来环境的改变，也让火烈鸟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渐变少。2013年，火烈鸟正式被列为是濒危物种，但是它们的数量也并没有因此变多，湿地反而越来越少。或许再这样下去，火烈鸟灭亡是顺其自然的事情。大家见过火烈鸟吗？觉得它们好看吗？